Tonight, I can report to the world that the strikes were a spectacular military success. Iran's key nuclear enrichment facilities have been completely and totally obliterated. 那个董王川普啊，又出来作妖了。我这个早上刚起来就看到这个新闻炸了锅啊，说什么？说这个川普这老头啊，突然蹦出来，跟那个唱大戏似的，宣布他们美国的轰炸机啊，把伊朗的3个核设施给端了。什么福尔多、纳坦兹、伊斯法罕这3个地儿啊，直接就被他点名了。他那个语气啊，就跟中了500万彩票似的呀，嘚瑟的啊，说啥所有的飞机都安全回来了，炸弹也扔准了，全世界没谁能做到。现在是和平的时刻，谢谢大家关注。和平时刻，我的老天爷啊，这老头是不是喝了假酒啊？这明明是赤裸裸的侵略啊，跑到人家主权国家的地盘上扔炸弹，还说和平。这脸皮厚的啊，都能挡子弹了。更可怕的是，这还只是个开头。这个川普还说，这对美国、以色列甚至全世界来说啊，都是历史性的时刻，还喊话这个伊朗现在必须同意结束这场战争。我说老特啊，你都把人家揍成这样子了，还让人家同意，这不就是典型的我打了你，哎，你还得说谢谢吗？这换谁能同意啊？这除非脑子进水了吧？当然了，这美国不宣而战的德行，咱不是第一天见识啊，早就习惯了。不过啊，这次啊，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对劲儿。我说这个美国啊，肯定要搞事情，那也不是瞎猜的啊，咱可是有证据啊，至少看到了4个不对劲的信号。第一个啊，也是最扎眼的，21号，这个美军突然一下子出动了6架 B2轰炸机，这玩意儿可不是一般的飞机啊，那可是战略轰炸机啊，就跟这个变形金刚里的擎天柱似的，那厉害着呢。他们从美国本土的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啊起飞，飞了老远不说啊，还在天上搞了空中加油。那为啥要加油啊？你想啊，这些 B2轰炸机啊，肯定是没装满油，这为啥不装满呢？肯定是带了家伙事儿啊，而且是沉甸甸的家伙事儿。现在啊，全世界都知道啊，想把伊朗那个最硬的骨头福尔多核设施给废了，估计啊，只有美国那颗 GBU-57AB 巨型钻地弹才行。这种地堡炸弹就是专门用来对付像福尔多这种藏在地下设施的，利用这个地球引力，嗖的一下就钻透各种什么泥土啦、石头啦、水泥啦，然后在这个地下砰的一声炸开，这玩意儿一颗就重达15吨。我的天哪，想想都觉得恐怖啊！这个美国啊，只有 B2轰炸机才能扛得动这玩意儿。但是啊，它带了这么重的炸弹，那油肯定不够飞那么远，所以啊，就得让这个加油机在天上喂油了。这个时间点啊，这样的起飞路线，这样的加油动作，你说不是去搞伊朗，难道这些 B2轰炸机集体去看风景吗？鬼都不信哦。第2个信号啊，是这个以色列那边有消息，还有这个美国媒体也透露，这个川普啊，实际上早就批准要对伊朗动手了。那他之前口口声声说的什么2个星期是啥意思呢？哎喂，这种话啊，咱们就当听个响得了啊，就跟这个放屁一样，听过就忘了。反正很多媒体都分析啊，这不过是放的烟雾弹，故意迷惑大家的一种手段，这完全就符合川普这性格呀，也完全符合他现在的处境。而且啊，一开始美国媒体还信誓旦旦的说啊，这些 B2轰炸机的目的地啊是关岛。现在看来啊，这又是一个战略忽悠啊，明摆着就是冲伊朗去的啊。以色列知道，美国自己也知道，就是不知道啊，这个伊朗是不是真的清楚？哎，其实估计也清楚，只是可能啊没想到会来的这么快。这第3个信号，这个伊朗那边也感觉到了最大的危险要来了。你想啊，这个美国亲自下场，那跟以色列偷偷摸摸的搞事情，完全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呀。之前这个以色列袭击伊朗啊，这个伊朗虽然嘴上硬气，但一直是小心翼翼的避免直接招惹美国。这次美国直接来了，这个伊朗肯定也慌了呀，开始做各种准备啊。根据这个媒体报道，伊朗最高的领导人哈梅内伊，听说啊已经转移到一个地下掩体去了。平时呢，主要是通过一个亲信助手跟这个伊朗的指挥官联系，而且还暂停了电子通讯，就是为了不让人发现他的行踪。为了这个以防万一啊，据说这个哈梅内伊啊还安排了3个人作为自己的接班人，连什么军事指挥官的接替顺序啊都排好了。这是真的有点风声鹤唳的意思啦，就跟这个电视剧演的皇上要驾崩了，赶紧安排后事啊。这个伊朗官方也发出了非常严厉的警告这个川普啊，如果美国参与冲突啊，将会威胁到美国在中东的利益。因为伊朗袭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啊，可比袭击以色列啊要更容易得多。这话里头啊，威胁的味道更浓啊，就差直接说你敢动我啊，我就直接炸你丫的。
这个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啊，那更是放狠话，说这个轰炸伊朗的核设施根本就摧毁不了伊朗的核知识，就算他们摧毁了1-2个设施，我们也能重建，因为我们掌握了知识，掌握了技术，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。技术这东西啊是不会倒退的，炸弹也炸不掉，这话倒是挺有底气的，就跟咱们说的什么知识就是力量一样啊。这个伊朗高层啊也在这个紧急寻求帮助。伊朗总统啊前天还跟这个法国的总统通了个电话，表态说伊朗啊不想要核武器，但是也不会同意把核活动降到0，同时表示啊愿意就他们的和平核活动啊进行合作并建立信任，又是准备后手，又是严厉警告，又是试图妥协。但是关键是啊，都打到这个份上了，美国和以色列还会相信伊朗这些话吗？他们会不会趁着现在就动手，一劳永逸的把这个伊朗的核设施给彻底摧毁了呢？特别是这个伊朗外长还说啊，这个伊朗啊已经准备好了一个谈判解决方案，这个类似于2015年的核协议。我去，2015年的核协议啊，这2018年就被这个川普给撕毁了。你觉得现在都打成这样子了，这个川普还会回头去接受10年前的协议吗？想啥呢？我太难了。对了，还有一个信号，就是还有一大批美国大兵啊，在这个网上啊晒出了他们的豪华大餐，有这个牛排啊，还有龙虾，看着是挺诱人的。但是很多网友都说啊，这是美军的老传统了，每次要出征打仗之前啊，都会要吃一顿好的，算是最后的晚餐吧。反正这个美国这边是啥都准备好了，也就根本不用等他说什么2个星期了。B-2轰炸机啊，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就突然袭击了伊朗的3个核设施，完成了以色列想做但是一直没能做到的事情。接下来会怎么样啊？这才是最让人担心的啊！感觉这个中东的局势啊，这次是真的有彻底爆炸的危险了，就跟一个火药桶啊，这个一点就着啊！这个伊朗啊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肯定会反击啊，不然没法跟自己国家的人民交代啊！哪怕是明知道自己打不过，也要硬着头皮上。美国在这个中东的目标，美国的军事基地，美国的航母，伊朗会不会有所得手呢？如果这个伊朗反击啊，美国和以色列肯定会更加疯狂的报复，彻底的摧毁伊朗的核项目、导弹项目，甚至是整个军事实力啊，说不定啊还会对这个哈梅内伊下手。那被逼到墙角的这个伊朗会不会孤注一掷？比如说封锁霍尔木兹海峡，那可是全球的石油运输的生命线啊！假如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，该怎么破？这就是霍尔木兹海峡。乍一看感觉平平无奇，但是如果放大视角和旁边的波斯湾放在一起，你就会发现这个海峡的重要性无与伦比。波斯湾是位于伊朗高原与阿拉伯半岛之间的一片海域，长约990公里，最宽约338公里，面积约23.9万平方公里。这块小小的海域及其周边却蕴藏了巨量的油气资源。波斯湾地区探明石油储量约8000亿桶，占全球近 48%， 探明天然气储量占全球约 40%。 这里的油气品质高，都是浅层埋藏，开采成本极低，因此世界各国都从这里进口石油和天然气，全球约 30% 的石油贸易和大量液化天然气就必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，连接着全球主要消费市场。霍尔木兹海峡连接波斯湾与阿曼湾、阿拉伯海，是波斯湾唯一出口。如果说波斯湾是全球能源的心脏，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就是这颗心脏唯一的主动脉。它长约150公里，宽度约50公里，看着好像很宽，然而进出波斯湾的航道却全在伊朗的掌控之中，因为航道就在这2个小岛两侧，而这2个小岛则由伊朗控制。或者是加速啊，搞出一些低级的核武器啊，比如什么脏弹之类的，想想都可怕哦。还有啊，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动手，会不会造成核污染？这个不是闹着玩的啊！这一系列的疑问啊，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啊，让人心里面七上八下的。但是有3点啊，我觉得是肯定的。这第一啊，不管这个川普之前放了多少烟雾弹，最后他肯定是会下场的。现在都已经不宣而战了，还说的自己多么正义啊，还洋洋得意于美军的胜利，这就是赤裸裸的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啊！哎，这老头啊，真是越来越没底线了。那第二呢，不管这个伊朗这个政权啊，最终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啊，这一次的动荡冲击波啊，肯定会像海啸一样啊，向整个中东地区扩散。看看之前的这个利比亚，看看伊拉克，看看这个叙利亚，我们都清楚这后果有多严重啊，老百姓遭殃啊。
还有第三哦，这个美国啊，他一直想从中东抽身，把这个精力都放在对付东方大国身上。但是这个伊朗这么一闹呢，中东局势这么一紧张，他们这个计划肯定要往后拖了。至于这个川普一直心心念念的诺贝尔和平奖啊，估计这一次是彻底没戏了，只能在梦里想想吧。这世界啊，真的是越来越乱了，大家伙儿也别太担心，咱们老百姓啊能做的就是好好过日子，祈祷世界和平。好了，今天就给大家唠到这儿了，我是小懒，我们下期再见。